现代女穿到70年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抱上2个孩子，冲到部队找军官老公离婚。原来在妹妹订婚当晚，女人却和军官妹夫睡到一起，妹夫迫于无奈转而跟女人结了婚，但新婚第2天就离开家回了部队。其实女人为男人生了一对可爱的龙凤胎，3年却仍是杳无音讯。娘家跟女人断绝关系，婆家还把她娘3扫地出门，无依无靠的硬生生把自己给饿死。此时现代古衣传人穿越到这个女人身上，离婚，这婚必须要离。省军区接待室内，同志，你真的是秦时玉的媳妇。政委胡建军一脸不可置信地打量着眼前的女人和2个小娃娃，瘦瘦弱弱，一整个营养不良的蜡黄。是的，我叫云芝芝，这2娃是我给秦时玉生的双胞胎，哥哥叫团团，妹妹叫圆圆，这是我的介绍信和结婚证。胡建军接过认真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才确定介绍信是真的，结婚证也是真的。云同志，我已经让人去喊秦营长了，我先让厨房给你们娘仨弄些吃的吧。谢谢政委。云芝芝没有客气，实际上他们娘仨确实是饿坏。很快，随着3碗握着荷包蛋的面条被端上来，鸡蛋的香味很快在空气中飘散开，是团团和圆圆从来没吃过的美味。2个小团子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但谁都没有上前，只是用亮晶晶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鸡蛋。这娘仨在乡下到底都过着什么样的苦日子？胡建军看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忙招呼他们吃面。云芝芝先将2个孩子喂饱后，这才将碗里剩下的面条都解决了。看样子云同志是个好母亲，真不明白秦时玉到底是怎么想的，难不成里面有什么隐情不成？胡建军忍不住问出了口，云芝芝也不藏着掖着，坦白说明了2人阴差阳错结婚的过程。胡建军听得有些傻眼，我知道他想娶的是我妹妹，不乐意和我结婚，可这2个孩子好歹是他的种，3年里他对我们娘仨不闻不问，我是实在活不下去了。云同志，你误会时玉了，其实这3年我觉得没有什么误会，我这次来找领导也是不得已的，我可以跟他离婚，但孩子没有错，他要负责养2个孩子。报告！秦时玉浑厚的声音打断了2人的谈话。循声望去，男人面庞刚毅，轮廓分明，无论是他的气质或是长相，都长在云芝芝的审美点上。可一想到男人的所作所为，他的脸色立马冷了下来。在云芝芝打量秦时玉的时候，秦时玉同样在打量着他。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谁让我嫁了个好男人，让我们3天饿9顿呢？本来等部队的事情忙完了，我也是准备接你们娘仨来随军的。既然现在你来部队了，那就留下来随军吧。我不是来随军的，我是来跟你离婚的。你把离婚申请打了，我们把婚离了。你想好了？想好了，打离婚申请吧，早点离婚，对你对我都好。不过团团和圆圆是你的孩子，你要负责养他们到18岁。秦时玉的视线落在2个孩子的身上，2个孩子严重的营养不良，那瘦小的身子真是风一吹就能跑。这就是那2个孩子，怎么这么瘦？明明每个月我都会往家里汇钱票，足够让他们娘仨吃饱饭了。虽然这段婚姻一开始是迫不得已的，但婚姻不是儿戏，不能说离就离。可现在他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你想好了吗？真的要离婚？哪有人一直问要不要离婚的？这不想离的都要跟你离，当然要先把人留下来培养感情。一旁的胡建军眼见天就这样被秦时玉给聊死，心里急得不行。弟妹，这离婚也不是说离就能马上离的，这还得打离婚申请。你看今天不如先去休息休息。那行，赶了几天几夜的路，2娃确实累坏了。那我先带他们去宿舍。胡闹！怎么能让媳妇和孩子住宿舍？正好老刘受伤转业了，他之前住的家属院空出来。时玉，你直接带你媳妇和孩子去那住着，申请我来给你弄。谢谢政委，我现在带他们过去。秦时玉拎着行李走在前面带路，而云芝芝则带着2个小团子跟在后面。第一次来军区，2双大眼睛对四周都充满了好奇，小声询问云芝芝的问题，都会得到耐心又温柔的解答。他好像懂得挺多的。刚进家属院，齐刷刷的视线便落到了他们一行人的身上。这就是秦营长的媳妇啊，这长得也太难看了吧！秦时玉什么眼光啊？你说秦营长这么厉害的人，怎么找了这么丑的媳妇？难怪秦营长一直不让他随军，怕丢人呢。面对众人好奇的打量和肆无忌惮的议论声，云芝芝选择不加理会，就想着等他离了婚以后，跟这些人都不会再碰面。沉默地从秦时玉的手里接过行李，直接领着2个孩子去了次卧。妈妈，圆圆亲昵地拉了拉云芝芝的衣袖，胆怯的询问声微微颤抖。妈妈，爸爸都没有跟我和哥哥说过话，是不是不稀罕我们啊？云芝芝看圆圆难过的眼眶泛起了泪花，又看了看低头沉默的团团。之前村里人没少笑话2孩子，笑他们爸爸不喜欢他们，也不想要他们了，这才弄得孩子心思比较敏感。也不知道这男人是怎么想的，整整3年的时间，竟然狠心到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他心疼地揉了揉小脑袋瓜，怎么会呢？爸爸也是第一次见到团团和圆圆，还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们相处，不是不喜欢你们。真的吗？是真的，爸爸怎么会不喜欢你们呢？团团和圆圆这么可爱，他只是跟你们还不熟悉。2小团子这才露出期待的笑容。前世云芝芝以身试药多次导致无法生育，穿越过来无痛当妈，弥补了她心中的遗憾。她已经真心把孩子当亲生的疼爱。这么无情的男人，离婚，这婚必须要离。现代女穿到70年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抱上2个孩子，冲到部队找军官老公离婚。原来在妹妹订婚当晚，女人却和军官妹夫睡到一起，妹夫迫于无奈转而跟女人结了婚，但新婚第2天就离开家回了部队。其实女人为男人生了一对可爱的龙凤胎，3年却仍是杳无音讯。娘家跟女人断绝关系，婆家还把她娘3扫地出门，无依无靠的硬生生把自己给饿死。此时现代古衣传人穿越到这个女人身上，离婚，这婚必须要离。房间外传来男人进进出出的脚步声，云芝芝没有理会，从房间走出来，一眼就瞧见2床军绿色的被褥。
乳、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及从部队食堂打回来的饭菜，留到反光的红烧肉、土豆丝、干煸四季豆以及2大盒白米饭。吃饭吧。饭菜看着就很可口，但云芝芝却一点胃口都没有，甚至还有点反胃。部队大锅饭做的菜都重油重盐，米饭也是邦邦硬的，在这个年代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美味，可我们娘仨常年吃不饱。如果今天吃了这些菜，不用1个小时就会拉肚子。也不知道这男人脖子上顶的是什么。他冷着脸打了小半碗米饭，带着2孩子准备离开。怪不得他们会瘦成这样，感情3人一顿饭就只吃这么一丁点。回来，好好吃饭。圆圆被秦时玉不悦的低吼声吓得眼眶红红的，飞速躲到云芝芝的身后。妈妈，我怕。圆圆别怕，爸爸不是在凶你。你吓着孩子了，饭你自己吃吧。看着你2个孩子可不见得吃得下饭。气冲冲的来到厨房，云芝芝先烧水把锅碗都消毒了一遍，才将那碗米饭倒到锅内煮成粥。团团圆圆，你们饿了吗？圆圆饿了，小嘟嘟也饿了，小嘟嘟开始咕咕叫了呢。那你跟小嘟嘟说，再等等好不好啊？圆圆听妈妈的，小嘟嘟听圆圆的，所以小嘟嘟也听妈妈的。那么团团饿了吗？团团其实早就饿坏了，却死犟着不回答。他怕妈妈会像之前一样，只要他们一喊饿，妈妈就会伤心难过的大哭。云芝芝知道团团不爱说话，再等等吧，妈妈现在熬粥给你们吃，因为你们的小肚肚比较弱，吃了肉会难受的。等小肚肚养好了，妈妈给你们煮肉吃，好不好？我听不懂，不过我知道妈妈说的肯定是对的。圆圆听妈妈的，多熬点，妈妈也吃。在小男孩模糊的记忆里，妈妈每次都是把吃的全都分给了他和妹妹。虽然才2岁多，却懂事的像个小大人，真让人心疼。还好前世的异能和空间商城都跟着我穿越过来了，我可以偷偷用空间的灵泉水滋养我们娘3的身体。借身躯的遮挡往锅里加了一点，从空间内取出来的盐以及少许灵泉水。娘3坐在一起喝粥，2小团子乖巧的根本不用喂，3两下就吃得光光。第一次吃到用大白米饭熬出来的粥，2个团子幸福的眼睛都眯了起来。妈妈，好吃！圆圆现在是真的圆圆。圆圆指了指圆鼓鼓的小肚子，可爱模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以后等妈妈赚了钱，我们天天吃大白米饭，以后圆圆都是圆圆的。一碗简简单单的白粥，乔娘仨吃得一脸满足。秦时玉这才意识到自己错的有多离谱。原来他不是不给孩子们饭吃，而是为了孩子们的身体。我这个当爸的太不称职了。不过他们的身体怎么会这么差？这3年他们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怀疑的种子悄悄在男人的心底埋下。随即秦时玉转身又出了门，直到天色稍暗时才回来。对不起，今天是我考虑不周，我买了些米回来，明早我再去买些菜。你们想吃什么可以告诉我。随即一把钱票递到云芝芝的手里，这些你拿着，我有时候可能在部队里赶不回来，家里差什么你就去买。云芝芝愣愣地看着手中的钱票。我们马上要离婚了，他还给我钱票做什么？其实我想说的是，小满你怎么了？一起出去看看。他一手针灸技术出神入化，加上自带木系异能，简直是达到活死人肉白骨的恐怖存在。然而他竟意外穿越到灵气稀薄的70年代，还成了个身体孱弱的病秧子。灵气稀少的他今天却偏偏撞到一位生命垂危的小孩。住在隔壁的军嫂刘春桃正6神无主地抱着脸色青灰的儿子，旁边还围着几位同样闻声赶来的军人家属。春桃嫂子，小满这是又犯病了吗？那得赶紧送医院啊！对，去医院才行。快把人放下躺平。6神无主的刘春桃听到云芝芝极具威慑力的命令声，身体下意识地照做。你不懂医术别胡来，若是耽误送医院，只怕是会出大事。秦宁，你媳妇儿又不是医生，你可不能由着她胡闹。小满这情况还是得赶紧送医。对，还是让医生来看。这男人是在帮着别人，一块质疑我的医术。随即一枚银针直直刺入男人的手臂，整只手臂瞬间麻得半分动弹不得。秦英媳妇儿，你看我儿子小满他。见到浑身散发着强大气场的云芝芝，心慌意乱的刘春桃像找到了主心，忍不住开口求助。而云芝芝只看了男孩一眼，他这是娘胎里带出来的病，是不是每天都觉得全身无力？天气暖和的时候还好，天气一冷他的身体就会急剧下降，几乎下不来床。对，小满这病就是打娘胎带出来的，平时我都很小心的养着，不知怎么的，刚刚他突然就发病了。探了探孩子的脉象，脉象差到极致，若是现在不立即进行救治，绝对活不过今天。随即他朝有些愣神的刘春桃果断开口，他现在情况很危急，送医院怕是来不及了，我可以先替他扎几针，让人先醒过来。只看一眼，他就能快速又精准的说出病情，比之前看过的那些老医生都厉害。难不成他真的可以救小满？去医院也要不少时间，与其在路上干着急，不如放手一试。刘春桃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好，秦英媳妇儿，我相信你。麻烦大家都散开，给孩子多点空气。围观的人们往后退了几步，却没离开，都好奇他的医术究竟如何。云芝芝来不及温针，只能在银针上悄悄动用体内微弱的木系异能，下针又快又稳，能量顺着银针注入小满的体内，原本青灰色的脸色渐渐有血色。妈妈，别哭，是小满不好，又让你担心了。妈不哭，妈不哭。小满，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难不难受？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跟之前不一样，身子暖暖的，很舒服。刘春桃激动地抱着孩子，又哭又笑。见人真背就醒了，刚刚极力阻止的人态度立马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醒了，没想真醒了，太神奇了。秦英媳妇真是厉害，会看病。其实刚才我就看出来，他就是个有本事的。一众人中，秦时玉受到的震惊最大，从没听说他懂医术，还会针灸，怎么跟我之前认识的云芝芝完全不一样？
吗？秦媳妇儿，谢谢，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家小满的身体，嫂子你放心，小满现在已经没事了，回去让他好好休息就行。不过先前喝的药就不要再喝了。什么？不喝了？那怎么行？小满的身子现在只能靠那药吊着。那药没用，我帮你重新开个方子吧。等等，我去给你找纸和笔。我这里有。看到秦时玉递过纸笔的手，云芝芝这才想还有一根针在男人手臂上。我差点给忘了这枚银针，灵泉浸泡过的针可是宝贝，不能丢了。他接过纸笔的同时，顺带收回的手一不小心多用了几分力道。男人的闷哼声立马引来云芝芝一道嫌弃的白眼。这个方子你先让孩子喝上1周，到时我再看看是否要修改药方。刘春桃以为云芝芝说的药方也是用来调理身体的，只是会比京城医生开的药效会更好。秦媳妇儿，太谢谢你了，小满，快谢谢你姨。谢谢阿姨，不客气。小满很勇敢，好好吃药，身体就会好的。什么？你是说我儿子的病能治好？可以，只要按我的药方吃，不能说100%的好，但像正常的孩子一样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他的治疗不能断，时间长短主要看他的身体耐受情况。之前四处求医，那么多医生都说治不好，你不会是唬我的吧？云芝芝还想要说什么，只觉得一阵的头晕目眩，紧接着身子一软，整个人昏迷了过去。秦英媳妇儿，妈妈，再次睁眼已是第二天早上，是在医院里，确定病房里只有自己和2个孩子时，云芝芝意识一转，进入到空间里。空间里有个大型的现代商场，不仅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而且空间里的物品从商场带到现实世界，还会变成对应年代的样子。只不过现在很多物品需要升级才能解锁。商城旁边就是灵泉，下面是普通的灵泉水，悬于上方的是灵泉结出来的灵泉精华，精华效力神奇，唯一的 bug 就是治不好前世他无法生育的问题。小乖乖，今天不是来找你的，是因为我们小乖乖太厉害了，一下子变化太大会惹麻烦的。云芝芝只是喝了几口普通灵泉水，那股眩晕感立马彻底消失。随后他又去找了家粥铺，喝了碗白粥。不要问为什么是白粥，问就是其他的美食没解锁。刚喝完一碗白粥，就听到从空间外传来的声音，他立马意识一转，又躺回病床上。刘春桃在走廊恰好碰到刚从医生办公室回来的秦时玉。秦英，你媳妇有没啥事？我刚从医生那边过来，医生说她身子太虚弱了。那你们早饭吃了吗？没呢，我准备等娘三醒来了再一起吃。正好我带来些吃的。实际上秦时玉现在是吃饭都不敢自己做主，生怕跟昨天一样弄来些不合适的饭菜，只能傻傻等云芝芝醒来问问想吃点啥。房门被轻轻推开，云芝芝装出一副刚睡醒的模样，2个小团子听到声响也醒来了。秦英媳妇儿，你醒了啊？你没事吧？我现在感觉好多了，真没事了？真的没事，一会儿我就出院了。不行，医生说你的身体要好好调理。对啊，要不多住几天医院，让医生好好看看。昨天你那一婚可把我吓坏了。春桃嫂子，我能自己调理，难道你还不信我的医术吗？信得过。你是不知道，昨天你就小满的事都传遍了整个军区大院了。现在谁不知道你医术高？要调理我回家调理就行了，在医院反倒占用了医院的资源。你帮我办出院手续吧。后面那句是朝秦时玉说的，男人看他一脸的坚定，不容拒绝，拗不过只能乖乖听话照做。女人惊恐地发现，3年对她不闻不问的丈夫今天突然变得格外的粘人，不仅热情又主动抢着做家务，甚至连茅房都要帮她上，只因不久前胡政委突然来到他们家。时玉，我来看看你媳妇。听说你媳妇昨天为救小满都昏倒了。医生说身体她很虚弱，今早刚出院回到家。身体虚弱，为什么不让你媳妇多住院几天？就住1个晚上就急着出院，你不是胡闹吗？不是我，其实是时玉，我知道你很优秀，更是我们的兵王，可遇到这么热心肠的媳妇，你呀要知足啊。政委，我很知足，我从没想过要离婚。屋内的云芝芝听到秦时玉的话，心中很是诧异，但面上却不显露。云同志，你身体怎么样了？谢谢胡政委，已经没事了。今早我在听家属院的人说，你昨天出手救了小满，好样的。我想问问你是不是学医的啊？我记得在这个年代，中医明里暗里的被打压，他这么问是什么意思？胡政委，我会医术，这事是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军区不能用中医救人？云同志，你误会了，在军区可没那些，只要医术好能把病人治好，我们可不管中医西医的，能治病救人的都是好医术。其实我只是懂一点医术。听说他能让小满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这仅仅只懂一点吗？这话要是让那些个给小满看过病的大夫医生听到，估计一口老血都得呕出来。云同志，我也是听军嫂们说你一手针灸术出神入化，这才有些好奇，不知道你的医术不知是跟谁学的？我的医术有些是跟村里的赤脚大夫学的，有些是跟2位下放住牛棚的老大夫学的。住在牛棚里的人都是被打成坏分子的，跟他们亲近会被拉去批斗，你怎么会跟牛棚的人来往？因为我和2个孩子就是住在牛棚里。牛棚那地方冬冷夏热，根本就不是人住的地方，你们怎么会住在那里？可是妈妈带着我和哥哥一直都是住在棚子里的啊。圆圆稚气的声音更是怎么可能？不许凶我妹妹，妹妹没说假话。奶奶讨厌妈妈，说爸爸因为讨厌妈妈才不回家的。我和妹妹才1个月大的时候，奶奶就把我们都赶出了家。妈妈是实在没地方去，才带着我和妹妹住到牛棚去的。妈妈很爱我们，对我们很好。从小团团圆圆听多了村里人更难听的话，自然也知道了这些事。你的意思是说，我妈他们把你们都赶出来了，是这样的吗？
秦时玉，你敢羞我孩子？不是，我只想问清楚这件事情。团团圆圆才2岁多，你觉得他们还会说谎不成？对不起，我刚才太激动了。一个刚出月子的产妇，2个才足月的小娃娃，住在牛棚里受苦，娘仨也是命大，否则真是。此时的沉默震耳欲聋，片刻后，还是胡政委率先打破了屋内的压抑。袁同志，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想问你，你的医术这么好，你想不想进军区卫生院？胡政委，我没有念过多少书，没有正规学校出具的行医资格证，甚至连赤脚大夫的行医证都没有，更没有受过学校专业系统化的教学。您确定我这样的能进入军区卫生院？进卫生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考核，只要你能应对的了，行医资格证这些都是小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去帮你打申请。如果能进入军区卫生院，离婚后我就有单位落户，有了收入来源，还能方便我把空间里的物品拿出来用，好处多着多。云芝芝认真的想了一会儿后，我想试试。行，我去帮你向上级申请。胡政委把自己要办的事情办好后就起身离开，由秦时玉跟着送出门。可走出来后，却把秦时玉带到一处僻静无人的地方。我问你，这3年的津贴你到底有没有寄回去？寄了，每个月75块的津贴，沈峰替我领后都会帮我寄60块回去。汇款的时候还交代家里要好好照顾好娘三。娘都把人从家里赶出去了，只怕你寄回去的津贴根本没到你媳妇手上，否则娘仨哪会饿成这个样子？趁我不在家，拿着我的津贴欺负我老婆孩子，我势必要查个清清楚楚的。然而胡政委却摆了摆手，这件事情你先不管，我安排人去你老家查查看。你媳妇受了这么多苦，这是我们大后方的保障工作没做到位，你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你媳妇解释下，这3年你都在执行机密任务。这点可不行，组织上有严格要求，任务执行期间不得和家人朋友联系，即便任务结束也不能透露。谁让你透露的？是解释你不联系的原因，让你媳妇知道不是你对他们娘三不闻不问，而是你前几天才刚结束任务归队。不然胡政委面色凝重地看着秦时玉，你真想离婚吗？不想，虽然当年确实是因为一些误会才结的婚，可现在她是我老婆，我2孩子的娘，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他们母子3人，也会好好弥补这些年的亏欠。那你就趁这几天放假，好好照顾他们娘三。还有，你真不想离婚，就别总问你媳妇要不要离婚，真他娘的心累。当秦时玉的政委怎么比管一个师还累？胡政委没好气地瞪了他几眼后，才气呼呼地走了。回到屋内，秦时玉一脸歉意地看向云芝芝，我没有不想回家，也不是故意不跟你们联系，更不是因为这些都不重要，我也不想听。我现在只希望我们俩的离婚申请能早点通过。这件事情责任在我，我会。秦时玉还想说些什么，可一对上云芝芝冷漠的表情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他看向2个孩子，一个个都不愿意跟他亲近。那个，你身体还要多休息，要不先回屋歇着。歇什么歇？昨天太匆忙，屋子都还没打扫，今晚让孩子们怎么休息？你不要动，我来做，全都交给我。说完，男人立马开始全屋大作战。没多久，屋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抬头就瞧见云芝芝又走了出来。你怎么出来了？给孩子洗洗衣服。我来吧。自从2个孩子出生后，他这当爹的什么都没有做过，现在洗下衣服也不是什么大事。好吧，这些都是旧衣服，你要轻点。云芝芝还没交代完，就听到撕拉一声，小衣服在男人的2只大手中被撕成2块破。秦时玉一脸尴尬地处在原地，无辜又无措。那个我没用力，我真的没用力。那个这几天我放假，我带你们娘仨去买几身新的吧。见云芝芝转身，男人飞速上前拦住。你这次要做什么？我替你去吧。你让开，不用你。我保证这次一定会小点力气干活的。我说不用你，你快起开。你身体还没好利索，还是让我来吧。云芝芝实在忍不住了，脸蛋憋着通红。秦时玉，我要去茅房，你怎么替我去？女人不过是离开上了趟厕所，竟意外撞见70年代的炸裂大瓜。一位已婚妇女竟然背着丈夫光天化日之下觊觎丈夫的同事，而那被觊觎的男同事还是女人想离却没离成的丈夫。原来就在刚刚，秦时玉因撕坏2小团子的衣服，当即提出了个建议：等你身体好点，我去部队借车带你们去城里买衣服，怎么样？2小团子眨巴着期待的大眼睛，齐刷刷的看向云芝芝。团团圆圆从出生起就没穿过新衣服，我怎么忍心扫小家伙的兴致？我身体没事，那就选今天吧。你刚出院，要不要先在家休息休？就今天是个进城的好日子。没一会儿，门口已经停了一辆吉普车，2小团子都是第一次见到车，很是兴奋。团团圆圆，要不要爸爸抱你们靠近点看？然而团团却傲娇的别过脸不搭理。哥哥不去，我也不去。难搞，跟他们娘一样难搞。1个小时后，车子在供销社附近停下，2小团子睡了一路，下车时还一副哼哼唧唧的模样。妈妈，圆圆撒娇的向云芝芝求抱抱。圆圆乖，妈妈身体还没好，爸爸来抱你，好不好？圆圆纠结了一会后，才怯生生的朝秦时玉伸出细小的小胳膊。团团，爸爸也抱着你，好不好？可小男孩却牵着云芝芝的手不放。那团团想让爸爸抱的时候，再跟爸爸说。圆圆前几天看到秦时玉时，还一副快哭的样子，现在没几天就开始愿意亲近了。难道这就是血脉亲情？不管我和秦时玉之间会怎样，我都不能自私的阻止孩子们享受他们渴望的父爱。妈妈，我想尿尿。我也要。哥哥去，我也想去。你这个小跟班，那行，前面有个公共厕所，我就带圆圆去女厕所。团团，让爸爸带你去男厕所，可以吗？
从厕所出来时，一眼就瞧见一位模样姣好的女人，正兴奋地跟秦时玉说些什么，而男人却疑惑地皱着眉头，时不时看团团有没。这女人眼神迷恋，表情娇羞，不知道的怕都以为秦时玉是她对象呢。也是，秦时玉长相、工作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跟我离婚，这缺点要改正。一旁的圆圆突然像颗炸开的小火箭，飞快冲了过去。爸爸，爸爸！天哪，女儿居然主动喊我爸爸了，第一次听到，怎么这么好听？刚上任的老父亲一颗心瞬间被蒙化，完全忽略掉眼前女人的震惊。这什么情况？我就回了趟娘家，时日怎么就背着我偷偷跟别人结婚了？居然连娃都有了，不可能！不敢置信地指着走上前的云芝芝。齐营长，你结婚了，这就是你媳妇？是的，这是我媳妇云芝芝。芝芝，这位是李副营长的媳妇。同志，不好意思啊，刚刚要不是你主动上前打招呼，我还不知道你也是我们家属院的，所以我不知道你的名字。齐营长，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我是赵珍珠，我们之前见过面，还有上次颁奖的时候，我就坐在你后面2排的左边的那个。赵同志，请注意你的思想态度，颁奖是为了奖励有立功表现的战友，不是为了看后面2排坐了什么人，叫什么名字的。这瓜还真是有趣的很，一个连对方名字都不知道，一个是战友的老婆，却用眼睛扒拉战友的衣服。云芝芝在心中默默吃瓜的同时，赵珍珠也在打量着他。长得也不怎么样啊，比我老比我丑，胸比我小腰还比我粗，打扮的跟村姑一样，时日才不会看上这种人，会结婚9成9是被这女人用孩子威胁的。你好，我是云芝芝。齐营长，你怎么来城里了？你开车了吗？我一会儿能坐你的车回部队吗？哥哥，我不喜欢这个阿姨，她是坏阿姨。你怎么知道她是坏阿姨的？女人的直觉。我也不喜欢这个阿姨，妈妈跟她打招呼，她都不理妈妈，很不礼貌。而且她看爸爸的样子，好像村口的大黄狗看到肉骨头。男人期待的全家欢乐购还没开始，就意外闯进来一位不熟悉的女人。幸好男人有对聪明可爱的儿女。爸爸，抱抱。好，爸爸抱。圆圆是不是等着急了？见圆圆皱着眉头，嘟着小嘴。赵同志，我们还要去买衣服，你现在去坐班车回家属院还来得及，我们先走了。说完，男人连忙带着娘三转身直奔供销社。都怪那讨厌的丫头片子！齐营长，你等等我，我们一起买东西啊。成衣柜台，同志，麻烦拿2套孩子的衣服给我们看看。买成衣多贵啊！若是我肯定买些布料回去自己做。齐营长，嫂子不会是连衣服都不会做吧？秦时玉很是不爽地皱了皱眉，茶里茶气的，拉踩我来显得自己能耐的。云芝芝可是一点都不惯着对方。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初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4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领取最高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领券，手慢无。你心灵手巧，你勤俭持家，你是第一好媳妇。可是又怎么样呢？我男人心疼我，舍不得让我动手。难不成你男人都不心疼你啊？那你可真惨。齐营长，你听听你媳妇说的什么话，你也不管管。我男人。伟人真不骗我，努力就一定能看到希望。于是秦时玉干脆大手一挥，云芝芝看中哪套他就买。同志，这还有那个衣服、裤子、鞋子，统统帮我包起来。别人都是一件一件的买，这男同志怎么跟搞批发似的？该不是耍我的吧？同志，你确定这些都要吗？合起来可不少钱和布票。确定，我媳妇看中的那几套我都买了。同志，你等着，我立马给你包起来。等一等。不会又是嫌成品一太贵，不买了吧？等会领导又要骂我工作不积极了。这国营工作可是我好不容易挤进来的。女同志，你不会又不要了吧？我是觉得孩子们长得快，号码应该要换成大一个码的。对，我媳妇说的对，就照我媳妇说的，都拿大一个码的。你这媳妇真会过日子，我这就给你拿大一个码的去。男人一口一个媳妇喊得越来越顺，倒把云芝芝喊得有些不好意思。秦时玉，你没等云芝芝把话说完，给我媳妇也拿2套最好的衣服、毛衣、鞋子全都要。小媳妇，你男人对你可真好，会疼人。什么？竟然要给这个丑村姑买衣服？他也配？齐营长，这买一身成衣的钱都够买好多布料了。你疼媳妇是好事，可过日子钱可不是这么花的。赵同志，我给我媳妇花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用经过你的同意。这女人几个意思？诚心要砸我的铁饭碗，气死我了！砸人饭碗犹如杀人父母，营业员直接冲着赵珍珠发怒。这位军人同志心疼自家的媳妇孩子，多买几件衣服怎么了？这哪有你的事？你问问大伙，人家一家4口欢乐购，碍着你什么事了？你胡说，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你没这个意思，那你说说看你是什么意思？我这女人是什么人啊？人家男人愿意给自己媳妇花钱，碍着她了不成？这怕不是因为自家男人舍不得给自己花钱，这才酸吧？本来呢，我是打算拒绝的，可现在先爽了再说，真是痛快。然而赵珍珠极度的后槽牙都快要咬断了。凭什么这个丑村姑能嫁给时日这样优秀的男人，长得帅还舍得给老婆孩子花钱？如果嫁给时日的人是我，不知该有多幸福啊！同志，这是钱和布票。正好，欢迎下次再来。一家4口离开后，人呢？时日人去哪了？齐营长，等等我。女人只是随口说了2个字，我男人，就把丈夫激动的一顿买，从衣服到裤子再到鞋子，甚至还有当下
奢侈的奶糖。妈妈，是圆圆的新衣服吗？是的，圆圆的新衣服，爸爸买的。真的吗？圆圆有新衣服啦，哥哥呢？哥哥也有，而且爸爸答应你们以后还会经常给你们买新衣服。你以后只给我和妹妹买吗？那妈妈呢？买一定买，爸爸肯定会给妈妈买新衣服的。这还差不多。秦时玉，不管你是出于愧疚还是补偿，你都大可不用再给我买任何东西，反正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难搞，他怎么还是想离婚？妹妹，你看那个坏阿姨又跟上来了。坏阿姨不喜欢妈妈，我也不喜欢她。那你把坏阿姨赶走。好，赶走坏阿姨。可是赶坏人要扫把，我没扫把怎么赶？你这样。好的，我听哥哥的。而另一边，云芝芝正准备谈离婚的事，却被圆圆突如其来的抽泣声强行打断。爸爸，圆圆怎么了？好好的，怎么突然哭了？爸爸，我怕，好可怕！爸爸抱抱。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秦时玉焦急地看看不回答的圆圆，又低头看了看低头皱眉的团团，心中更加的疑惑。圆圆乖不哭，告诉妈妈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是生病了吗？是因为有个怪怪的人一直跟着我们，妹妹是被吓到了。团团一说，大颗大颗的泪水瞬间从小女孩的脸蛋滑落。爸爸，你是不是像村里人说的那样讨厌圆圆？之前村里的人都是这样说你们的。不是，他们说的比这个更难听。胡说，爸爸喜欢你们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讨厌？爸爸，圆圆很乖的，你不要把圆圆送给那个怪怪的人，好不好？没有，我从来没这样想过。媳妇，你要相信我。别再喊我媳妇。团团圆圆，告诉爸爸那个怪人在哪。顺着团团圆圆指的方向，一眼就瞧见死皮赖脸跟着的赵珍珠。赵同志，是秦营长啊，我们真是有缘，居然又碰面了。可秦时玉已是脸色阴沉。赵同志，你还有什么事吗？其实也没什么事，我陪媳妇孩子买东西，没事，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要不是看在我和你丈夫是同事，我都要怀疑你是不是想对我们一家4口做些什么。没有，怎么可能？怎么又是这个丫头骗子？我不过就是想坐时玉的车，和时玉一起回去。怎么了？果然是丑村姑生的丫头，又丑又讨厌。赵珍珠再次偷偷瞪了圆圆一眼，却被云芝芝再次捕捉到。你如果再敢瞪我女儿一眼，我不介意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我没有，你胡说！秦营长，你看看，你还敢说没有？你以为我没看到吗？之前在公共厕所门口你就瞪过一回，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好可怕，我的腰都快断了。这个丑村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气场？同一时间，秦时玉胸中的怒气更盛，当即狠瞪回去。赵同志，要不要我打电话给李建民，让他亲自来接你？那怎么能行？让我丈夫过来看到，不就什么都知道了？秦营长，既然你还有事，我就先回家属院了。坏阿姨终于走了。团团圆圆，不怕，吃糖。看着云芝芝递过来的奶糖，两个小团子可高兴坏了。哥哥，你看，是糖啊！对，是糖。在这个70年代，糖票是一票难求，更不要说没人会愿意花跟买粮食差不多的钱去买不顶饱的糖。奶糖是很奢侈的。这样看来，秦时玉对孩子们的疼爱不假。立马一股浓郁的奶香直窜鼻尖，馋得小女孩口水哗啦啦的流。妈妈赐糖，谢谢圆圆，这个圆圆吃就好。圆圆轻轻的舔了一小口，幸福的眯了眯眼，之后又小心将奶糖包回去。圆圆，是奶糖不好吃吗？好吃，香香的，甜甜的。可是圆圆现在都吃掉了，明天就没得吃了。我每天都舔一小口，这样圆圆每天都有香香甜甜的糖吃了。云芝芝听得心中忍不住泛起一股酸涩。团团圆圆，放心吧，爸爸今天买了一大包糖，而且等妈妈通过卫生院的考核，妈妈有了工资，你们想吃多少糖，妈妈都给你们买。公鸡不是生蛋吗？为什么还会生糖啊？圆圆眨巴着好奇的大眼睛反问，可爱的模样成功逗乐了大伙。团团圆圆，今天开心吗？开心。妈妈开心吗？妈妈看到你们开心就很开心。妈妈开心，团团就开心。我和哥哥开心，妈妈就开心。妈妈开心，我和哥哥就开心。那我们全家都开心啦。我们一家3口全都很开心。一家3口？怎么会只有3口呢？这里不是还站着一个喘气的吗？看到你们有多甜蜜。女人不过是收到自己丈夫买的几件衣服，就被有心人说是败家的娘们。你们都不知道，那秦营长的媳妇有多败家，成衣那么贵，他跟不要钱似的，一堆一堆的买，半天不到就花掉了秦营长好几个月的津贴呢。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你们说秦营长怎么就娶了这么个败家娘呢？赵珍珠，你不是回娘家探亲去了吗？人家买衣服，你咋知道的？我可是亲眼看到的呀，180块，还有一打的布票，他那花的眼不眨下的。李大娘，我可是用新买的手机全都拍下来了呢，有图有真相，不信你看看。新手机啊，赵珍珠，你什么时候换的啊？那你之前的旧手机呢？都怎么处理的？我放爱回收卖了，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价格满意当面回收。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台 Mate 60，还卖了2000多呢。真的吗？靠不靠谱？那肯定靠谱。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要我说回收手机、平板、笔记本，我推荐爱回收。一会我就去看看。李大娘，你媳妇翠芝会这么花吗？她敢，做媳妇的就该有做媳妇的样。180块，那能买多少的粮食？够一家老小吃上好几个月了。就是180块钱呢，这也太不着调了。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等石玉听到大家的议论，还不嫌弃死那个丑村姑。没过多久，就瞧见走在前面的秦时玉下车时，手中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秦营长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都买的啥啊？李大娘，我们就买了些生活必需品，没办法，刚搬进来，家里什么都没有，冷锅冷灶的。众人一听都觉得合情合理，便不再说什么。然而赵珍珠越看走在后头的云芝芝，就越不顺眼。哎呦，秦爷媳妇儿，你今天不是买很多的漂亮衣服，怎么不见你穿啊？云芝芝闻言，脚步突然一顿。秦时玉，你先带2个孩子回家。媳妇，我。好的，那你早点回来。待秦时玉带着团团圆圆回去后，他冷眼扫视了一圈众人，最后视线直直地落在赵珍珠身上。赵珍珠，赵同志，你每天做饭是不是喜欢放很多盐？你什么意思？闲得慌，成天盯着谁家买了啥，花了多少钱的？怎么，你是眼红了啊？该不会是你男人舍不得给你钱花吧？所以你才这么看不惯别人家男人给媳妇孩子花钱？你胡说！如果我真是胡说的，你激动个什么劲？你看看我，明明没有的事，却被你编排成这样，我就不会激动。赵珍珠正准备开口反驳，如果你男人真对你不好，你可以回去跟你男人哭啊闹啊，实在不行你还能找领导反映反映，何必委屈自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现在怎样了？嘴丑，人丑，心更丑。就这。赵珍珠，李富营如果真对你不好，你可不能瞒着。就是，如果你不好意思说的话，我们去帮你跟政委说，让政委去给你男人做思想工作。刚刚还在齐力声讨云芝芝的众人，现在竟一面倒的调侃起赵珍珠。没有的事情，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人家秦营媳妇儿都说了，如果是乱说的，你干嘛激动啊？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好赖不实啊？自己的媳妇得要自己护着，可刚刚媳妇不让我出去，不过她没说不让我说话。媳妇，你快回来看看，团团圆圆的衣服都破了，没衣服穿了。来了，哥哥，我衣服穿。为什么爸爸跟妈妈说我没衣服穿啊？因为他是个不老实的男人。唉，买一点点的东西就要被说成败家娘们儿，太可怕了！我可不敢在这继续待下去了，孩子们都还光着身子等我呢。真是可怜，孩子都没衣服穿了，去买几件也正常。以后我去买瓶醋，买包盐，该不会都会被说是败家吧？大伙被云芝芝这么一说，连忙急吼吼的回家，不留气的跺脚的赵珍珠。时间久了，石玉肯定会发现，找媳妇就要找我这样勤俭持家的好媳妇，日子才能越过越好。丑村姑那样，哼！女人带2孩子找丈夫离婚，却被丈夫的爱慕者各种针对，而脑袋比石头硬的丈夫却浑然不知。这边云芝芝一进家，妈妈，圆圆好想你。妈妈，你没事吧？放心吧，我没事。媳妇，我团团圆圆先去卧室里面玩，爸爸妈妈有话要说。见2小团子被打发进屋，秦时玉心中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赵同志又蹭车又说闲话的，媳妇你可别被他气到了。明天我立马跟胡政委反映，好好杀这种爱占便宜的不好风气。感情这男人压根没意识到赵珍珠正在打他的歪主意啊！我都不知道该讨厌赵珍珠还是该同情赵珍珠了。秦时玉，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谈谈。你离婚申请打了吗？我不想离婚。你不想离婚，但我不想跟你过了。看向云芝芝那一脸认真的模样，看来他是真的铁了心要离婚。这样不行，我这3年不是故意不回家，我一直在执行任务。我回军区跟你来部队是前后脚的事情，我也并没有因为娶了你才不愿意回家。我承认我们之间的误会很深，我目前对你没有产生很深刻的感情，但我已经娶了你，你还为我生下了2个可爱的孩子，就冲这2点，我就不想离婚。秦时玉，你这3年不回不过是原因之一，但并非全部。你不打离婚申请，我也是可以去找胡政委提交的。我觉得大家好聚好散，这样拖着没意思。以后我会好好带你们娘3，弥补这些年的亏欠，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我妹妹云婉柔有文化人，长得也漂亮。我知道你一开始喜欢的人是她，想娶的人也是她，是那次意外才逼得你不得不娶了我。等等，谁跟你说我喜欢的是你妹妹？大家都是这么说的。秦时玉，你不信的话，要不要我现在打电话给他对质？等等，你什么时候买的新手机？你之前的旧手机是怎么处理的？我放爱回收卖了，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价格满意当面回收。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台 Mate 60还卖了2000多。媳妇，那靠谱吗？肯定靠谱啊！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要我说回收手机、平板、笔记本，我推荐爱回收。那我一会就去看看。秦时玉，现在是说这事的吗？说的是我们离婚的事。云婉容自己也说你很喜欢他。他说你就信？云婉柔还说你偷偷暗恋我很久了，每天都跟家里闹着要顶替她嫁给我呢。我暗恋你，还想嫁给你？图你什么？图你3年不回家，还是图你的脑袋瓜长得跟石头一样硬？石头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芝芝说的怎么跟我知道的完全不一样？媳妇，你要相信我，当初家里急匆匆的喊我回家相亲，像的第一个就是你妹妹，我没发现什么地方不合适就答应了。如果当初像的是你，我也会答应结婚的。呸！渣男！虽说70年代大家普遍都是盲婚哑嫁，但也没像他这样，但凡是个女的都成，比我之前的那个未婚夫还渣。媳妇，对不起，我知道我的忽视对你和孩子造成很大的伤害，不过我保证，只要是你讨厌我的地方，我全都会改的。我们能不能不要离婚？我讨厌你不跟我离婚，你改吧，现在就改。秦时玉没想到云芝芝会来这一招，一时间招架不住。秦时玉，我尊重你的职业，但我不原谅。如果你真觉得对不起我，就尽快离婚。媳妇，我看着云芝芝果决的背影，秦时玉一脸的泄气。
回到屋里的云芝芝没理会屋外男人出门的脚步声，可两小团子却明显察觉到她情绪的变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妈妈。秦时玉这人或许会成为一位好父亲，但绝不是一位好丈夫。夫妻两人离婚的话，最受伤的还是两个孩子。与其让孩子们将来从别人嘴里听到一些有的没的，还不如今天我先和孩子们好好说，尽量把伤害降到最低。团团圆圆，因为一些原因，爸爸妈妈以后会分开生活。不过你们放心，爸爸妈妈都是最爱你们的。圆圆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团团却是神情一惊。妈妈，你是不是要和爸爸离婚了？妈妈答应你们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的。如果你们有想跟着爸爸，也是可以的。圆圆一听要和妈妈分开，难过的哇啦大哭。妈妈，圆圆要妈妈，爸爸坏，圆圆不要爸爸，我要和妈妈一起。团团也要跟着妈妈，我不要和妈妈分开。妈妈你不要难过，我和妹妹都知道，一直以来都是妈妈在保护我们，爸爸就只照顾了我们今天一天，所以我们是绝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妈妈，我要妈妈。瞧两小团子哭得伤心，云芝芝只能强忍着泪水耐心了。谁能想到，在媳妇眼里，情商长得比石头还硬的石头哥，在外人面前竟然是个总爱正话反说的心机婊。从家里落荒而逃的秦时玉恍恍惚惚，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往哪走。难搞，到底怎样才能让媳妇不离婚？我怎么走到这里来了？屋内，只要每天都能吃到媳妇亲手做的面条，我就知足了。少拍马屁！你今天心情这么好，说说看是发生什么好事了？只要秦时玉那臭小子不给我找事，我每天都心情好，吃啥都香。谁呀？政委是我，秦时玉。平日的秦时玉冷静沉稳，此时的他却是消极低沉，浑身散发着颓废的气息。夫妻两人顿时一愣，这个吃饭的点，你不在家守着媳妇孩子，怎么跑我这来了？政委，他还是要跟我离婚，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胡政委认命的长叹了口气。那你呢？你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是不想离。你有解释3年不回去的原因吗？秦时玉点点头。可我媳妇还是要跟我离婚。你有跟你媳妇说不想离婚的想法吗？秦时玉又点点头。可我媳妇还是要跟我离婚。让你好好对媳妇，你做了吗？秦时玉回想上午在城里云芝芝和两孩子的笑脸，再次点点头。可我媳妇还是要跟我离婚。同一句话重复了3遍，语气一次比一次幽怨。胡政委听得耳朵都开始烦躁。你真不想离？回去跟你媳妇说去，跟我说有什么用？一个女人带着2奶娃娃，又要上工转工分，还要把2娃拉扯大，她所承受的压力，用脚后跟想都想得出来，绝对是委屈极了。你知道离婚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吗？不管是什么原因，女人都要承受比男人更大的压力。你让你媳妇以后怎么办？2孩子怎么办？胡政委越说越激动，郑桂芝忙上前拉住。老胡说归说，你也要注意下态度。我看小秦已经够难受的了。我这个政委当的也太难了，军区那么多战士还担着，本来还指望秦时玉和沈峰2人能带个好头，结果一个光顾着谈对象就不结婚，一个才结婚3年就离婚，这2哥们诚心想气死我。胡政委无奈的叹了口气，又看了自家媳妇一眼。媳妇，要不你帮忙给云同志做思想工作？你看有些话我一个大男人不好问也不好说，你们都是结婚的女同志，说不定你的话他能听进去。胡政委的媳妇郑桂芝也是个爽快的热心人。成，小秦的事我多少知道些，我试试看吧。辛苦嫂子，谢谢嫂子。去，少来这一套，我们俩跟你去一趟，顺带把你媳妇卫生院的考核表给他，最后成不成还得看你小子的造化。秦时玉这才注意到桌上没吃几口的面条。政委正吃着呢。秦时玉眼珠子一转，胡政委就知道这小子没憋什么好屁。我气都被你气饱了，你小子还想吃不成？不是，我哪敢啊，就是问问有没多的。我刚带媳妇孩子从城里回来，一会能不能给他们烧点？不着急，你们先吃，顶多让他们多饿一会也没事的。秦时玉很好意思的正话反说，让胡政委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得了，我这政委给你媳妇做思想工作，不仅要管饭，还要立马送过去，是吧？男人对家里的媳妇孩子不管不顾3年，却赖着不肯离婚，甚至还跑到领导家里哭诉自己未完成机密任务导致被自家媳妇嫌弃，而被套路的领导无奈只能答应帮忙，顺带还要承包下男人一家的伙食。与此同时，住在隔壁的赵珍珠正趴在墙角，拉长了耳朵偷听。孩子好像在哭，还骂坏爸爸。懂了，一定是丑村姑背着时玉跟孩子们灌输坏爸爸的丑恶思想，嫁了个好男人，不知道珍惜，后面有你后悔的。兴奋的一打开院门，恰好瞧见秦时玉拎着饭盒，身后跟着胡政委夫妻一起回来。政委，你怎么来了？郑婶子，这是咋回事？郑桂芝不喜欢他，淡淡的点个头算是招呼。冷脸他赵珍珠可不在乎，直接窜到郑桂芝身边，还亲昵的挽着对方的胳膊。婶子，我刚刚听到秦莹的闺女哭了，哭得可伤心了，儿子还嚷嚷着什么爸爸坏，不要爸爸的，怕不是秦莹2口子之间有什么矛盾，正拿孩子撒气吧？赵珍珠没有压低声音，而是故意让秦时玉听清楚。媳妇和孩子，男人自然更看重孩子。时日只要知道丑村姑背着他跟孩子说他的坏话，他还不气个半死。今天我在政委面前找机会拱火，组织上肯定会要求他们俩立马离婚。得意不过3秒，
他就惊讶地发现秦时玉的脸上压根没有一点生气的情绪，反倒是一脸的自责愧疚。珍珠，你还有事情吗？婶子远亲不如近邻的，我和秦莹都住一个家属院，又是邻居，现在他们两口子有矛盾，我也是好心想着来帮忙劝劝。珍珠啊，我们一会还约了人看房子呢。咋要买房啊？不是，我们之前租的房子到期了，想换一套房子，就是想找个好房子不好找，可愁死我了。这婶子，这有啥好愁的？那是你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是有啥好办法？我给你说，想找好房子，推荐58同城，找房东直接租，租成了就能免费维修，省钱省心，搬家还送专业保洁。我看上面品牌公寓、整租合租的真实房源这么多啊。对啊，还能视频找房，真房实景都能看，你就不用愁了。听着不错，而且想买二手房，推荐58V2看房，线上就能挑，想看的细节全都有，超方便，事事可成58同城。太好了，这下不用愁了。胡政委多少也知道赵珍珠的性子。赵同志，没事的话你就回去吧。政委一开口，赵珍珠就算是想跟进去，这回也不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进院子后关上门。云同志在家吗？云芝芝刚给两小团子喂完空间商场的白粥，好不容易安抚好两小家伙的情绪，抬眼就瞧见秦时玉带着胡政委和一位陌生女人。胡政委，您怎么来了？这位是云同志，你好，我是郑桂芝，是胡建军的媳妇儿。听说他要来给你送卫生院的考核表，我就厚着脸皮跟来认个脸。云芝芝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立马露出高兴的笑容。没想到卫生院的工作这么快就有线了，原本我还担心跟秦时玉离婚后，我和孩子们会流落街头一段时间，真是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团团，你带妹妹回屋玩，照顾好妹妹，可以吗？好的。两小团子进屋后，云芝芝忙热情地招呼起来。胡政委，婶子你们坐，我给你们拿凳子。媳妇我来。你们渴了吧？我给你们倒杯水。我来。媳妇，你和孩子们饿了吧？我给你们带了些面条，你们趁热赶紧吃点。看着秦时玉跟献宝似的递上面条，胡政委脑瓜子抽抽的挑。臭小子怎么不说？这是我媳妇亲手给我做的面条，被你小子中途打劫去的。同样看秦时玉不顺眼的还有云芝芝。之前不是都谈好要离婚了吗？现在这整的又是哪一出？媳妇，你确定不想先吃点面条吗？上面还有荷包蛋呢。屋子里全是秦时玉一个人的叨叨。闭嘴！闭嘴！闭嘴！世界瞬间恢复了安静。云芝芝笑笑的接过胡政委递过来的考核申请单，认真的填写完，又将表格交回胡政委。事情已经办好，可胡政委却是一副欲言又止的苦恼，转头看向郑桂芝皱着眉头。云芝芝瞬间了然，我想政委今天过来不只是送表格，还有关于我和秦时玉要离婚的事情吧？确实是这样的，你们……政委不必再劝，离婚是我再三思考过后的决定，不会改变。胡政委劝说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被云芝芝一句话给堵死了。他只能给自己媳妇递过去一个默契的眼神。云同志，你态度如此坚决，我想你一定是受了不少的委屈。我知道你和小秦是因何结的婚，但后面的事情并不清楚。你不介意的话，能和我聊一聊吗？说不定我能帮得上。云芝芝平静地扫视了一圈，决定趁这个机会把原主没说出口的委屈全都说出来。你们今天想听什么？我承认我和秦时玉的婚姻开始的并不光彩，我父母一口咬死是我抢了妹妹的婚事，跟我断亲。新婚第2天，秦时玉就离家回了部队，而我就被他们家人赶到柴房。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后来我挺着大肚子继续给他们家当牛做马，事情不敢少干，饭却是永远吃不饱的。一出月子，我们娘3就被赶出了门。大队长看我们可怜，让我们暂时住在牛棚里。白天我就背着2孩子赚工分，可我工分换来的粮食永远不够我们娘3吃饱饭。晚上我就只能啃树皮填肚子。我睡觉的草堆下面常年放着一把柴刀，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云芝芝讲述的语气云淡风轻，却像千斤重锤砸在众人的心上，一颤一颤的抽疼。郑桂芝的眼角甚至开始泛起了泪花，紧抿着发颤的双唇，不敢回答。他们娘仨过的是什么日子？不敢想后面还会听到什么。胡政委沉默了，想劝的话都被生生的咽了下去，而秦时玉羞愧的站在一边，双手紧紧的攥拳。只是简单的几句话概括，若真是要细说下来，只怕几天几夜都说不完的。如果换成我是云芝芝，也会想离婚。屋内压抑的沉默，片刻后，云芝芝轻吐了一口气后，愤怒的眼神直接刺向秦时玉。因为大家看我守了3年的活寡，无依无靠，人贩子想抱走我的孩子卖掉，地痞流氓想要欺负我，以防万一，我只能随时做好拿柴刀跟人拼命的准备。众人皆是一脸的震惊，这个女人所承受的委屈和痛苦实在是太大了。后面的事情你们也知道了，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就找了村里的大队长和村长，把粮食都卖掉了，拿着介绍信来到了这里。胡政委和郑桂芝对视了一眼，让他们如何劝？怎么劝？劝他理解军人，劝他体谅秦时玉这3年的九死一生。这话他们说不出口。秦时玉攥紧的手掌被指甲掐出血迹，也说不出口。劝媳妇原谅自家父母的所作所为，那媳妇和孩子这3年所承受的委屈和痛苦，又该怎么说？寂静了片刻后，我明天去打离婚申请。女人追到部队找3年不回家的丈夫离婚，却不知丈夫在同意离婚后的3小时27分钟61秒，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我要勾搭，呸，是追求我媳妇。而就在不久前，秦时玉像发了疯似的跑出家，紧接着胡政委不放心的紧跟出来：秦时玉，你给我站住！
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难不成你真准备离了吗？政委，你刚也听到了，先不说他的父母如何，那我的家人呢？这3年就算我没有回家，就算我出任务没有消息，可是寄回家的津贴从来没有断过，1个月60元，1年720元，3年下来整整2160元，在农村这可是一笔巨款。可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媳妇孩子的？真不知道秦时玉的家人是怎么想的。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我还是被下属敲诈的小小政委，难熬。吴建军拍了拍秦时玉的肩膀，我说再多也没用，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前面3年你已经亏欠了你媳妇，如果真离了婚，一个女人带着2小娃娃生活更是艰难，你亏欠的更是大发了。秦时玉呆呆地盯着地面，不知在想什么。片刻后，突然问了个没头没脑的问题：政委，你看芝芝对我像不像情根深重的那种？臭小子，你疯了？瞎想啥呢？长眼的人都看得出，你媳妇压根对你没意思。刚看你的眼神，就差没拿把枪当场给你突突了。虽然是事实，你也不用说的这么直接吧？细细想来，3年前定亲那天的事情太奇怪了。起初大家都说芝芝是因为对我爱而不得，才故意设计爬上我的床。哼，就你这臭小子，是有多大的脸啊？芝芝之前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才仔细回想了下，我明明酒量不差，可那天在云家我就喝了2小杯就醉了，而且……话说到一半，秦时玉难得脸上浮现羞涩的红晕，而且前2天我偷偷问过医生，说男人如果真的喝醉了，是没有那一方面的能力的。吴政委一听，立马也觉得不对劲，面色瞬间凝重起来。你是怀疑那天是云家人给你下了药？敢给军人下药，云家人疯了吧？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不确定，但那天的事情发生的太匪夷所思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事情必须弄清楚。之前我派去云河村调查的同志估计应该到了，我会让他顺带一起调查这件事。不过这件事比较隐蔽，查起来估计需要些时间。秦时玉愣愣的点点头，这件事情我来安排。至于你媳妇那边，你对她好还不够，要拼了命的对她好。秦时玉又愣愣的点点头，知道了还不快回去，耽误我找我媳妇回家。秦时玉脑子里乱得很，再次愣愣的点点头，轻一步重一步往回走。到家时天色已暗下来，烦躁的他干脆直接蹲在次卧外，听着卧室里传出云芝芝清脆的声音，还有2小团子的小奶音。屋内送走正贵之后，云芝芝一走进次卧，就瞧见2个小家伙站在那探头探脑。团团圆圆，来妈妈这来，妈妈！光听这奶声奶气的呼喊声，心都快要化了。难怪原主会为了2可爱的小团子坚持了3年，可我只要想着原主所承受的一切，就替他不值。圆圆紧紧地抱着他，妈妈，你不要难过。圆圆亲亲，软软的小嘴在云芝芝的脸上响响地吧唧了一大口，云芝芝脸上瞬间笑开了花。相较于开朗活泼的圆圆，团团的性子更像秦时玉多点，小年纪就沉默内敛，只是用担忧的大眼睛看着云芝芝。刚刚听到屋外的谈话，是不是吓到团团圆圆了？我不怕，只要妈妈在，我们就不怕。2个可爱又懂事的人类幼崽，谁会不喜欢？云芝芝还是决定好好跟2小团子聊一聊。妈妈不希望你们因为妈妈而误会了爸爸。虽然妈妈要和爸爸分开了，但是爸爸他并不是个坏爸爸。可是爸爸欺负妈妈，对，欺负妈妈，坏人。圆圆学团团攥紧了小拳拳，摆出一副奶乎乎的生气样。你们爸爸的工作比较特殊，是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很多人的，所以他没办法照顾到妈妈和你们。你们要知道，也正是因为有很多像爸爸一样勇敢的军人一直保护着我们，我们的生活才能够安定和平。瞧见2岁多的团团圆圆不是很能理解，都困惑地皱了皱眉头。云芝芝又继续耐心地解释，你们看，爸爸今天有空就立马开车带你们去了城里，还给你们买了好多的东西，说明爸爸是真心疼爱你们的。你们能不能试着和爸爸好好相处呢？团团圆圆纠结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说话，在他们心底都羡慕有爸爸疼爱的孩子。拼了命的对她好，要怎么做呢？我知道了，我要追求我媳妇云芝芝。晚上男人不睡觉，巴巴的趴在媳妇窗下，苦心钻研勾搭，呸，是追求媳妇36级。于是第2天一早，云芝芝刚走出房间，就惊讶地发现桌上早已摆放好了早餐，一碗巨型面条上握着3个荷包蛋。媳妇，你怎么起得这么早？要不要再睡一会？媳妇，我烧了热水，要不要现在打给你洗脸？媳妇，我给你做好了早饭，孩子们的。Stop， 停！一早起来吵得我脑子嗡嗡疼。问题我一个一个的来回答。首先第1个问题，对话不想回答。其次第2个问题，跳过，等下回答。我们先来第3个问题，你确定这些都是给我们准备的？秦时玉讨好的点点头。我们一家才3口人，你准备这么多，怎么吃得完？4口，我们一家是4口人，我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份子。这不重要，重点是我们一家3口吃不完。这碗面条是特地为你一个人准备的，一早我亲自和的面，煮得很软，我还特地加3颗鸡蛋给你补身子的。云芝芝震惊地盯着比他脸还大的面条，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后，视线愣愣地移到男人身上。离婚，我就每天像喂猪一样喂养你，活活撑死你。在我秦时玉这，只有丧偶，没有离婚。
云芝芝的身体忍不住抖了抖。震惊，揉眼睛，深情凝视，身体颤抖。沈风说的女人感动四部曲全中。秦时玉心底瞬间涌起欢欣雀跃的喜悦。媳妇，待会等孩子们醒来，我要出去一趟，我朋友叫我陪他出去看房子。现在租房子哪有那么麻烦？看来媳妇你是有好法子。那是当然，想租房子推荐58同城，找房东直接租，租成了就能免费维修，省钱省心，搬家还送专业保洁。我看这上面品牌公寓、整租合租的真实房源这么多呢。对啊，还能视频找房，真房实景都能看，就不用到处跑了。事情不错。现在想买二手房推荐58V2看房，线上就能挑，想看的细节全都有，超方便，事事可成58同城。那好，我就不去了。有人敲门，我先去看看。云芝芝一开门就瞧见刘春桃和一位身材娇小的女人。春桃嫂子，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快进屋坐。秦莹媳妇，我给你介绍下，这是沈富莹的爱人杨淑琴。淑琴，这就是我跟你提过医术很好的秦莹媳妇云芝芝。春桃嫂子太过奖了，你叫我芝芝就好了。云芝芝，你好。杨淑琴跟这个年代的已婚女人不同，更像不谙世事的小女生。秦莹媳妇，今天我是给你们拿了条鱼过来，一会就走，我们就不进屋了。这鱼瞧着也应该有2-3斤重吧？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容易，这鱼我们不能收，你快拿回去吧。这鱼又不花钱，是我们家那口子去海边训练时顺手抓的，我就想着给你拿一条过来。不行不行，大院里好些人都有，我又不是单单给你了。鱼汤补身，你和2个孩子都好好补补。是啊，我们家也收到了，你就收了吧。两人极力的劝说下，云芝芝不好意思再拒绝，只能收下，想着等以后再找机会回礼。两人相处的已经相对熟悉了，开始亲切的以姐妹相称。芝芝妹子，一会我们还要去山上转转，就先走了，改天再找你唠嗑。云芝芝一听上山，瞬间来了兴致。上山好啊，这个年代的灵气稀薄，上山后我就能吸收一些木灵，帮我恢复身体了。春桃姐，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当然没问题，只不过你的身子……放心吧，我的身子已经没事了。那行，你们等等我啊。云芝芝高兴地飞速回到屋里，就瞧见秦时玉正耐心哄着已经醒来的两小团子。秦时玉，这是春桃姐送的鱼，一会儿我要跟春桃姐上山。行，你就放心的去吧。这话说的没毛病，我听着怎么感觉浑身发冷？你要注意安全，就跟着嫂子们在山外围活动活动，不要往山里去，更不要去悬崖危险的地方。居然和我前世的渣渣未婚夫说的一毛一样，前世利益熏心的未婚夫一心惦记我手里的财产和势力，要不是我有异能和空间灵权，怕是要被害得尸骨无存。可秦时玉图什么？他最担心的是对他极其依赖的两小团子。团团圆圆，你们在家要乖乖的，妈妈一会就回来，到时候给你们带好吃的哦。好吃的，圆圆想去。圆圆乖，在家乖乖听爸爸的话，妈妈很快就回来了。此时不爱说话的团团突然跳出来，妈妈你放心，妹妹我会照顾好的。看来团团还是不太能接受秦时玉。恋爱新手第一次追人，精心做了一碗巨无霸面条，可媳妇一口没吃就走了。秦时玉愣愣地看着桌上的大份面条，脑子里回想了遍云芝芝刚刚的反应，应该是感动吧？怎么又像是不高兴？那媳妇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不高兴还是高兴？难搞，感情怎么这么难搞？视线转向一旁的两小团子，团团傲娇的别过脸，不理会他，而圆圆满心满眼都在桌上香喷喷的面条上。圆圆，刚才妈妈高不高兴？圆圆没听清秦时玉问了什么，话却是张口就来，高兴，非常高兴。同一时间，云芝芝跟着刘春桃和杨淑琴一起往山上走。路上，刘春桃聊起昨天赵珍珠造谣云芝芝败家的事。芝芝妹子，这事你别放在心上。昨天我是不在家，否则肯定当场让赵珍珠好看。你才刚搬来，有空的时候多跟大家走动走动。我们男人注定是经常不在家的，跟大伙熟了之后，家里有什么事忙不过来，大伙也能搭把手。云芝芝感受到刘春桃的热心肠，静静的听着。你放心，我们院里的军嫂大部分是好的，至于那个赵珍珠，别搭理她。他平时就那样，平等的看不起所有来自农村的。他就是眼红你家男人舍得给你花钱。杨淑琴不认同的撇了撇嘴，赵珍珠哪是眼红，分明是心里酸。看四周无人，杨淑琴压低了声音：你们不知道，赵珍珠一开始想嫁的就是秦营长。刘春桃和云芝芝瞬间惊讶地瞪圆了双眼。我听说3年前赵珍珠看上的是秦营长，他还没来得及认识秦营长就被老家急吼吼地叫了回去。恰巧李富营看上了赵珍珠，还答应帮他介绍给秦营长。谁想有次赵珍珠喝醉了，错把李富营当成秦营长给强了。你说是赵珍珠抢了李富营，两人才结的婚。厉害，看不出来赵珍珠居然这么猛，女强男，这放到50年后都够炸裂的。3年前被老家叫回去，该不会恰好是3年前定亲那会吧？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刘春桃像个耐心的大姐姐一样，交代杨淑琴不能说出去，之后还不忘转而提醒云芝芝：芝芝妹子，赵珍珠现在住在你家隔壁，你可要多防着她一些。她自己就是魏军嫂，难不成还想去破坏军婚不成？吃瓜吃饱后，三人继续走了没多久，就来到了集合地。呼啦啦的一大群人，其中就属唯一穿裙子的赵珍珠格外显眼。云芝芝被刘春桃亲切地拉到人群的正中心，给各位介绍下，这是秦营长的媳妇儿云芝芝，她刚来随军，以后就是咱们家属院的一员了。大家好，我是云芝芝。见刘春桃这么郑重的介绍，已经有人反应过来，春桃，这就是小满的救命恩人吧？
是的，芝芝妹子可厉害了，救了我们家小满的命，而且小满喝了芝芝开的药，才1天时间，就说自己舒服多了，精神也比先前不知道好了多少。众人听后看向云芝芝的眼神开始变得热情，毕竟同一个院里住着一个好大夫是件好事，却独有一道不和谐的声音突然响起：他的医术厉害能厉害到哪里去？能比得过我们卫生院的华老吗？充其量就是一个赤脚医生，他看你们这些农村人傻，骗你们的。在场众人大多都出自农村，被赵珍珠这么一说，众人心里都很不爽。可家属闹事多少都会影响到家里当兵的男人，大家都选择不理就是。谁想众人的沉默却让赵珍珠越说越来劲。刘春桃，你当他是神医，就不怕到头来害了你自家小子啊？当着一个母亲的面咒自家孩子，换谁都咽不下这口气。云芝芝正准备上前时，却被刘春桃抢了个先。赵珍珠，你没病吧？你有病吗？你生病了吗？你若是生病了，可千万别找芝芝给你看。我找他看病，我就是猪。我们农村养的猪可干不出穿龙袍下地干活这样的蠢事。众人起初一愣，继而打量着赵珍珠身上刺眼的红裙子，瞬间反应过来，一个个捂嘴偷笑，唯独赵珍珠脑子还没反应过来。说的什么意思？没文化真可怕，连话都不会说。女人对前排的左边的男人一辈钟情，婚后更是因对男人念念不忘，疯狂的找男人媳妇的麻烦，殊不知对方竟是身怀异能的穿越者。芝芝抒情，我知道前面有几颗野板栗，我们先去捡些回去，到时候炒了板栗给孩子们当零嘴，你们看怎么样？云芝芝上山主要是为了吸收灵气恢复异能，自然是没有意见。春桃姐，我听你的。而孩子心性的杨淑琴一听有零嘴，乐得小脑袋点个不停。那行，咱们走吧。相较于孩子们填不饱肚子的零嘴，其他人则更愿意先去摘些野菜。云芝芝跟着刘春桃往山腰走了一小会，一眼望去，地上密密麻麻的满是成熟落下的板栗。哇，好多的板栗！哇，好多的零嘴！你们俩别愣着了，快捡啊！就挑那些开了壳的，剥了壳后装的多，还不重。此时云芝芝已经能清晰地感应到空气中波动的木灵正被自己的身体吸纳。草丛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趁其他两人低头捡板栗没注意，他悄悄走向不远处的草丛，拨开一看，居然是小古兰。手指处碰到叶子的一瞬间，一道暖暖的微光顺着他的血管流入体内，很少很弱，吸收才没一会就停止。芝芝妹子，你走太远了，别再往山上走了，小心有危险。越往山里，灵气就越充足。看来以后我要找个机会独自上山，吸收更多的木灵。姐，我刚看到那边有些野草药，就不知不觉走远了些。刘春桃因为小满身体不好，经常接触药材，多少认识点草药，就没怀疑。芝芝妹子，你对这边环境不熟悉，山上不安全，我们在这边捡点板栗，一会再摘点野菜回去就行了。好的，春桃姐。地上开了壳的板栗都被捡得8899，刘春桃和杨淑琴捡了大半个篓，而云芝芝则比他们少了一点。此时先去摘野菜的军嫂们正好也找了过来，只是在心里默默后悔自己来迟了一步。然而同行中的赵珍珠却直勾勾地盯着云芝芝的篓。秦爷媳妇，你们一家也吃不了这么多板栗，你捡的这些就都给我了。说完直接伸手去抢云芝芝的篓，就在他即将触碰到之际，篓子突然被人往后一拉，赵珍珠直接扑了个空。你，反正你都捡这么多了，分一点给我怎么了？如果赵同志家里的钱有多的话，分一点给我怎么了？想得美，我们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我家的钱我凭什么给你？这板栗是我辛辛苦苦捡的，我捡的板栗又凭什么分给你？哼，当然是因为我最爱吃板栗，那我还最爱钱。赵珍珠被对得浑身颤抖。你不要脸，居然学我说话！我半天话都说不利索。众人都一阵的无语，没见过像赵珍珠这样占人家的便宜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春桃姐，我们两人捡的都比芝芝还要多，可赵珍珠却偏偏要去抢芝芝的，是不是故意在找芝芝的麻烦啊？本来我还担心芝芝妹子会吃亏，看来是我瞎操心了。刘春桃提着篓子大步流星地走上前。芝芝，你捡好了吗？我捡的差不多了。说完，他把背篓往背上用力一甩，直接甩到了赵珍珠身上，受伤没有，可侮辱性极强。刘春桃，你明摆了就是故意的呀！是赵珍珠赵同志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啊？我都没看到。刘春桃一脸的真诚，让赵珍珠一时也不知道该不该信他的话。芝芝，走，我们去别的地方再转转。其余留下来的军嫂默契的离赵珍珠远远，谁知道赵珍珠一会儿会不会发疯转而抢起他们？刘春桃、云芝芝，我今天非好好的收拾你们。女人不过离开家才3小时05分，就遭到丈夫狂风暴雨的叨叨的没完。谁想她一句话就把丈夫拿捏得死死的。小男人拿捏，殊不知竟意外解锁直男丈夫的隐藏属性。自我攻略。团圆圆，妈妈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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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嘴喊错了，重来啊！媳妇，你回来了啊！秦时玉3两步的来到云芝芝的身边，将手中的鸡和背篓统统接了过去。这背篓怎么这么重？你应该让人喊我去帮你背的。媳妇，这只鸡也是你打的？男人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云芝芝。这男人什么眼神？瞧不起谁呢？看我说出来还不吓死你小子！这只鸡是我发现捡到的。总共有5只，分给春桃姐和舒琴姐1人1只。这里1只，篓子里面还有2只。秦时玉瞬间觉得世界太玄幻了，一口气捡了5只野鸡，这运气的多好啊！我刚刚摸了一下，野鸡只是晕了过去，还都是活的。媳妇，刚才我听到隔壁有人喊李富营去救人，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哼！
媳妇，你有没有事？有受伤吗？媳妇，你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媳妇，救命！我真是第一次见识到男人叨叨起来有多烦，要想办法让这人闭嘴。于是云芝芝抓住空档，火速问了一句：秦时玉，离婚报告什么时候提交？世界立马安静了下来。小丈夫，拿捏。原来刚刚赵珍珠一生气，不小心踩中抓野鸡野兔的圈套，唰的一下，整个人直接被吊到树上。哇，好高的树啊！哇，好讲究的城里人。What？ 你忘了刚刘春桃的绝世金句吗？下地穿龙袍，现在是上树都穿龙袍呢。哎呦我的妈！我的裙子，你们还看什么看？快放我下来，听到没有？赵珍珠越来越尖锐的叫喊隐隐约约的从身后传来，杨淑琴突然脚步一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你们听到了吗？我没听到啊。芝芝，你有听到什么吗？我最近有夜盲症，眼睛听不清楚声音的。那可能真是我听错了吧。算了，我们继续走吧。等等，不要动，有野鸡。顺着刘春桃手指的方向看去，在这个缺衣少食的年代，肉肉堪比黄金，馋得杨淑琴立马身子不晃，腿也不抖。哇，野鸡美味，炖蘑菇。我们轻轻的过去，舒琴，你扑那边那只，我负责这边这只，芝芝你中间那只，不管抓到一只还是两只，咱们3人平分。说干就干，就在他们扑上去的瞬间，他瞄准时机，就是现在，一下子把手中全部的石子飞速扔出，刚被金的翅膀狂扇的5只野鸡立马瘫落的倒地成鸡。宾果，多亏我刚才吸收了一点点的灵气，稍稍修复了一点点原主虚弱的身体，不然就白白放过了这5只不知人间险恶的野鸡。云芝芝心中得意的同时，刘春桃和杨淑琴却震惊的当场愣住。你们俩别发呆啊，赶紧把野鸡绑了，不然一会儿他们可就跑了。被云芝芝这么一喊，俩人这才反应过来，忙把野鸡的脚都绑到了一起。芝芝，你刚刚那个姿势太帅了，是从哪学来的？居然还带真实伤害。我学的是潮汐守望者李泽娜的技能。潮汐守望者泽娜，欧美 CG 魔幻塔防策略手由潮汐守望者，曾在欧美多国 RPG 游戏畅销榜单风靡海外。5月燃烧军团版本上线了新英雄泽娜，参与活动可以获得全新英雄魔君菲尼亚斯神器。感兴趣的视频左下角就能玩。杨淑琴无心的提问，恰好问出了刘春桃心中的疑惑。就靠几个小石子，同一时间同时把5只野鸡弄晕，估计连部队里的神枪手都做不到，他是怎么做到的？想不通，刘春桃忍不住问出了口。芝芝妹子，你有这本事，在老家弄到吃的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我怎么听说你们娘3之前过得很不好？面对2道好奇的视线，云芝芝眨巴着纯真无邪的大眼。云河村离这有108000里远，况且孙猴子又不在这里，还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嘿嘿，我从来没练过，就是小时候贪玩，爱打水漂打出来的。你们不知道我们那山上住着2只老虎。天哪，居然这么危险，有老虎，而且还有2只。嘿嘿，俗话说得好，一山不容2虎，除非1公和1母，所以我们那山上住着一对虎夫妻。而且我2孩子还小，又没人帮我带。照我们村规定，不管谁打到什么东西，全部就要上交，全村人一起分。杨淑琴一听立马炸毛，什么全部都要上交？你们村也太过分了！冒着生命危险抓1只鸡回来，一大家子人都不够吃的，还要全村分，不是连汤都喝不上了。是的，所以我就更不想上山了。我之前确实有听说过，有的村会有这样的规矩。不过现在你来了我们家属院，咱们部队除了野猪这种大家伙会拿来分一分，什么野鸡野兔之类的，谁抓到就归谁。此刻2人对云芝芝可怜生活的同情心瞬间达到了顶峰，一致决定5只野鸡都是云芝芝一个人。那怎么行呢？春桃姐、舒琴，你们都拿1只回去吧。2人说什么也不会占云芝芝的便宜，最后拗不过对方的一再恳求，还是一人收了1只野鸡。下山前，刘春桃还特地交代了家属院的军嫂大部分心是好的，但总有人爱占小便宜，没办法，大家都穷怕了。等下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就说这3只野鸡掉坑里，我们恰好看到就捡回来了，总共就捡了3只，我们一人分1只。最后他还叮嘱云芝芝把2只野鸡藏到脚骨栏下，不要被其他人看到。路过板栗林时，远远就瞧见树上挂着一抹鲜艳的红色荒郊野岭，脚后跟响就知道是赵珍珠。为什么会上去的？不想知道。上去多久了？没兴趣知道。准备怎么弄下来？更加没兴趣。 3人就只是低头匆匆的赶路，偶尔碰上眼红的军嫂问起他们手里野鸡，无论是谁都是按照刘春桃交代的那样回复。一旁的团团圆圆一听到有好吃的，立马兴奋的围上了。妈妈，你看，鸡鸡肉肉。妈妈，好厉害，你真棒！2小团子眨巴着亮晶晶的大眼睛看向云芝芝，看得她心里阵阵发酸。那个要怎么弄？你告诉我，我来弄吧。你先拿上些板栗和1只野鸡给胡政委家里送去，谢谢他帮忙我进军区卫生院。女人一句冷淡的命令，竟开启男人自我攻略的感动。我真没想到他会这样安排。第一件事送给我的领导，是考虑到我吧？媳妇对我真好，这么好的媳妇，值得我对她更好。秦时玉心里感动得一塌糊涂，拎上东西就直奔胡政委家。没一会儿回来时，手中却多了15颗胡政委夫妻回礼的鸡蛋。
云芝芝嘴角抽了抽，这个时代的人真的质朴。吴政委、刘春桃、杨淑琴都是热心肠的好人，我还是挺幸运的。云芝芝心中感慨的同时，手里的火也没停，把板栗洗干净后煮熟，再将熟栗子肉打成粒泥，加适量糯米粉、白糖、水搅拌成细腻的板栗米，上锅大火蒸。过没多久，两小团子就闻到锅里飘出来的香味。妈妈，好香香啊！想吃吗？两小团子馋的口水都快流下来。板栗糕冷却后，云芝芝这才给他们一人递了一块。妈妈，好好吃，甜甜的，糯糯的。圆圆吃的嗨皮，团团却是眼眶红红的。这是小男孩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糕点。唉，团团，你可以帮妈妈做件事吗？帮妈妈把这碗板栗糕送去给春桃阿姨家的小哥哥，就在我们家隔壁，过去几间，不会远。没问题，我一定完成任务。妈妈，那圆圆的任务呢？圆圆不满地嘟着小嘴，明显一副我也想去的表情。好好好，小跟班也去送，去就回来，跟着哥哥别乱跑啊！妈妈。女人婚后还觊觎丈夫的同时，有事没事就找对方媳妇的麻烦。今天竟然恬不知耻地抢对方孩子的食物，甚至还对小孩子动起手来。赵珍珠正居高临下地看着摔坐在地上的两小团。哭什么哭？要怪就怪云芝芝。如果她主动把板栗让给我，我就不会被倒吊在树上，不会出尽了洋相。这些都要怪那个丑村姑。然而被吓到的团团圆圆却是越哭越加大声。是不是要让所有人都听到？闭嘴，不许哭！再哭信不信我打你们？哭声传入厨房时，秦时玉正抢着做午饭，云芝芝干脆专心做板栗糕。一听到两小团子的哭声，两人当即冲了出去。一出院门，云芝芝就瞧见团团挡在圆圆的前面，赵珍珠扬手正准备往两小团子身上招呼，滔天的怒火瞬间蹭蹭蹭的直冲天灵盖。赵珍珠，打你造谣我败家，打你动我女儿，打你欺负我，打你欺负我两孩子。云芝芝，你这个丑村姑，你居然敢打我！打你怎么了？怎么打你还要挑日子不成？之前我看在你丈夫是军人的面子上，没跟你动手，你倒好，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居然欺负到我孩子头上来了。我看你天生就是个陀螺。啥意思？天生欠抽。就在赵珍珠气得想要反攻之际，秦时玉飞速上前，像一座坚定的大山挡在娘三的前面。打人是不对的，我不打女人，但媳妇打人就是对的，媳妇打人是对的，媳妇是对的。时日这么优秀的男人，一定不喜欢像丑村姑这样粗鲁暴力、蛮不讲理的女人，心疼只会心疼我这样善良柔弱型。想到这，赵珍珠光速变脸。秦营长，你看看我漂亮的脸蛋都被打肿了，轻轻碰一下下，我都好疼。赵珍珠，你别胡说，我可是用心买的手机全都拍下来了呢。媳妇，你什么时候换手机了？那你之前的旧手机都怎么处理的？我放爱回收卖了，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价格满意当面回收。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台 Mate 60还卖了2000多呢。真的吗？那靠不靠谱？那肯定靠谱，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要我说回收手机、平板、笔记本，我推荐爱回收。行，等这边事情处理好，我就去看看。然而秦时玉厌恶的脸色更加阴沉。赵同志，你推我家孩子在前，抢我家孩子零嘴在后，还敢骂我媳妇？我媳妇打你是轻的。云芝芝焦心地查看两小团子的情况。团团圆圆，你们有没有哪里受伤了？给妈妈看看。小小的手心擦破了皮，还渗出鲜红的血丝，可把人心疼坏了。圆圆害怕的一把搂住她的脖子，委屈的哭着一抽一抽的。妈妈，一声声妈妈喊的人心肝跟着一抽一抽的疼。团团依在云芝芝的身旁，倔强的一声不吭，可豆大的泪水流个不停。团团圆圆，不怕不怕，有妈妈在，不会再有人敢欺负你们了。不小的动静瞬间引来不少的人，其中就有刘春桃、杨淑琴，还有刚帮赵珍珠取药回来的李建民。这是出什么事了吗？李建民，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的脸，你媳妇我都要被人欺负死了。赵珍珠刚被打的脸已高高的肿起，看着甚是吓人。李富营是吧？你媳妇赵珍珠抢我家孩子的吃食，还把我两孩子都推倒受伤了。要不是我及时赶到，赵珍珠都要动手打我两孩子。你自己看看吧，孩子们的手都成什么样了。看了看孩子们手掌触目惊心的伤口，又看了看明显心虚的赵珍珠，李建民心中立马明白云芝芝说的是事实。李建民，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明明是他打了我，你看看我的脸被打成什么样了。没人留意到人群中的杨淑琴。云芝芝有本事，为人又热情，赵珍珠却老是找他麻烦，太过分了。就在刚刚，他为了感谢云芝芝白送他一只野鸡，就带着一些萝卜过去，没想到云芝芝又热情的送了他板栗糕，弄得他不好意思的逃回家。越想越生气，杨淑琴干脆转身直接去找胡政委。而刘春桃一看赵珍珠胡搅蛮缠的样子，一下就联想到山上的事。赵同志，不就是你想抢芝芝的板栗，芝芝没给你吗？你也不用一个大人欺负人家小孩子吧？李建民的面色更阴沉，你还在山上抢嫂子的板栗？他捡了那么多板栗，我要求他分我一点怎么了？伟人还说大家要互帮互助呢。赵珍珠不可理喻，李建民干脆放弃讲道理，一脸歉意的主动化解这件事情。秦营长，嫂子真的很对不起，我在这儿向你们道歉，这是10块钱，给孩子看伤买点好吃的补补。钱在半空却被
被赵珍珠一把抢了回去。李建民，你疯了吗？一点擦伤给10块钱，那我的脸呢？都肿成这样了，云芝芝是不是得赔我100元？你非要把事情闹大是不是？把钱给我！不给，我又没错，除非云芝芝赔我100块。闹剧看明白了，围观的群众开始议论纷纷。啧，山上抢大人的板栗，下山抢小孩的板栗糕，这是馋的脸面都不要了。这实话谁咽得下这口气？扇他耳光，赔10块钱算轻的了。这可不好说，那人可是赵珍珠啊。看来李富营是管不住赵珍珠，我还不信没人治得了他。春桃姐，麻烦你帮我跑一趟，去喊一下政委，让政委来评评理。女人一心抢丈夫的同事，认定自己是在拯救男人摆脱凄惨的婚姻，殊不知真正不想离婚的恰好是这个男人。就在刘春桃跑去找胡政委的间隙，秦时玉悄悄拉了拉云芝芝：“媳妇，你真厉害，辛苦你了。要不你先休息休息，后面的事就交给我吧。”云芝芝上下打量了遍男人：“你是打算穿着这身衣服跟女人吵架，还是跟女人动手？这是军人家属院，不管是军人还是军人家属，把事情闹大，领导知道会怎么想？”放心吧，一会我给你安排个顶顶关键的戏份。说完，他就凑到秦时玉的耳边嘀嘀咕咕了一小会。于是，当杨淑琴和刘春桃领着胡政委来时，秦时玉立马冲着胡政委大喊：“政委，我媳妇被欺负了！”好了，路上杨同志和刘同志已经跟我说明了情况。可秦时玉好像没听到似的，继续嚷嚷着：“政委，我媳妇被欺负了，我孩子也被欺负了。”知道了，我现在不就是来解决矛盾的吗？政委，我媳妇和孩子都被欺负了，军人家属本就不易，来部队随军还要被欺负被打，这让我们怎么安心在前方工作？秦时玉最后一句话直接戳到众人的心窝里，军人不易，可当军人家属更是不容易。云芝芝却是当即傻了眼，这男人怎么还临时给自己加戏啊？原来我就担心政委会大事化小，轻易放过赵珍珠，就让秦时玉以下属的身份跟政委告状，这样政委肯定会严肃对待这件事。现在被升华到这么高的高度，不好好惩处下难收场哦。赵珍珠，赵同志，你欺负2个小孩子，还抢孩子的东西吃，可真是把你能耐的，这耳光你这受的一点都不冤。你去小黑屋里好好反省吧。众人听到小黑屋3个字，脸上皆是惊恐之色，唯有云芝芝有些不明白，低声问身旁的秦时玉：“小黑屋其实就是一间幽暗封闭的小房子，小到只能放1张床、1张桌子和1把椅子，人在里面每天早上要读1-2个小时的伟人语录，睡觉前还要写深刻的检讨书，除开睡觉可以躺回床上，其他时间只能端坐在椅子上默默反省，不允许说话。”太可怕了，简直是精神上的折磨。嘿嘿，不过我很满意。赵珍珠惊恐的脸色发白：“我不去小黑屋。胡政委，我没打人，是云芝芝她动手打的我。你看看我的脸，应该让云芝芝关小黑屋去。”女人一心抢丈夫的同事，认定自己是在拯救男人摆脱凄惨的婚姻，殊不知真正不想离婚的恰好是这个男人。遇到不讲道理的妇女同志，胡政委脑瓜疼的摇摇头，转而一脸严肃的看向李建民：“李建民，你觉得我的处罚有问题吗？”对方低头保持沉默，没否认也没肯定。身为丈夫，没有管好自己的媳妇，作为军人，任由家人欺负军嫂，你回去写2万字检讨，明天一早交给我。胡政委走到李建民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李建民，如果你连自己家庭都管理不好，组织会重新考察你是否真的具备管理好一个营的能力和资格。”李建民这才猛地抬起头，他知道自己在部队表现平平，能够当上这个副营长，还是因为他脸上的伤。领导过意不去，勉强提升上去的。事关自己的前途，他飞速夺回赵珍珠手里的大团结，塞给秦时玉：“秦营长，对不起。政委，我现在就送他去小黑屋。”说完，他扯着赵珍珠赶紧溜了。人群渐渐散开，刘春桃听到2小团子是给小满送板栗糕才被欺负的，心里很是愧疚。云芝芝跟杨淑琴、刘春桃、胡政委3人到了邂逅，没搭理秦时玉，而是径直领着孩子回屋。政委，我能不能申请换个院子？今天只是因为我媳妇儿不愿意把板栗分给他，他就做这样的事情伤害我的孩子，难保他以后会不会记恨。家属院的风气确实要好好整顿一下的，这件事情我记下了。行了，放假你就好好的陪媳妇孩子，别有事没事情都找我，害得我都没空陪我媳妇了，真他娘的心累。屋里，云芝芝借着身体的遮挡，从空间内取出普通灵泉水给2小团子处理伤口。很快手就不痛了，这2天你们不要乱动哦。妈妈，怪阿姨画画。那我们以后都不要理她。妈爸，对不起，是我不好，没有保护好妹妹。团团，我刚刚看到你挡在妹妹的前面，你非常的勇敢。才2岁的小娃娃，本该调皮捣蛋的年纪，却成天像个小大人一样，真让人心疼。都怪那个赵珍珠。对了，还有秦时玉，他招的烂桃花。媳妇，我饭菜做好了，可以吃饭了。罪魁祸首恰好主动送人头，云芝芝狠狠地瞪过去。媳妇好像在生我的气，可为什么呢？赵珍珠又不是我惹的，况且我刚都站在媳妇这边的，为什么呢？丈夫只是喊媳妇一起吃个饭，就遭到直击灵魂的连环3连。离婚报告提交了吗？你什么时候去提交离婚报告？你到底要什么时候去提交离婚报告？原来刚刚云芝芝用空间的普通灵泉水给2小团子处理手心的伤口，没想到才一会的功夫，渗血的伤口已经愈合，只剩下一道淡淡的痕迹。没想到普通的灵泉水效果也这么神奇。秦时玉是军人，见惯了流血受伤，如果让他看到，会不会起疑？唉。
既然上天注定要让我拥有普通人所没有的空间，承受普通人所没有的苦恼，那我就要先发制人，抢别人的话，让别人无话可说。哇！团团圆圆，手还痛不痛？让爸爸看看伤口好不好？秦时玉，你什么时候假期结束去提交离婚报告？媳妇，你尝尝我烧饭做的火，看合不合你的胃口。来部队前2年我都是在炊事班，手艺还是可以的。秦时玉，你什么时候把离婚报告提上去？媳妇，你试试这道鱼汤，是你从山上带回来的板栗和野鸡做，还有这个板栗鸡用的是春桃嫂子送的鱼炖的。What？ 我还记得你在第1集说过你们娘3的肠胃比较弱，所以我今天烧的米饭保证跟我一样软趴趴的。秦时玉，你到底什么时候提离婚报告？还有，请叫我云芝芝或者云同志，别媳妇媳妇的叫，我很快就不是你媳妇了。好的，媳妇，我跟你解释下，我们是军婚，我再没有犯什么原则性的过错，组织上是不会轻易批准离婚的。我早就看出来，你这石头脑袋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赵珍珠对你的歪心思，才让你能继续坐在这里吃饭的。否则的话，我早就拖你去火葬场吃香灰了。哼，话说不轻易批准而已，又不是绝对不会批准。再说了，组织批不批准是一回事，你提不提交离婚申请又是另外一码事。媳妇，其实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老早就想跟你说。打人是不对的，媳妇打人是对的，媳妇是对的。吃完饭就去送离婚报告，这一天天的既没天清静的。哥哥，我怎么看爸爸有点傻里傻气的？你说我们以后会不会也会变傻？至少是一个人，物种方面没错。男人明明心里不想离婚，却还是给领导提交了离婚申请报告，只因为他离家工作期间，媳妇孩子被他家人害得吃尽了苦头。然而谁都没想到，男人骨子里是个纯纯的心机 boy。这离婚报告提交了，可又等于没提交。什么？你真要离婚？秦时玉硬着头皮摇头肯定。政委，你之前不是要我拼了命的对媳妇好吗？所以媳妇的旨意我必须遵从。臭小子，你可别胡说！我是让你对媳妇好，可没让你离婚啊！政委，我按照我媳妇说的提交了离婚申请，你说组织上是不是不会批准啊？愣愣地盯着秦时玉狡黠的双眼，胡政委顿悟：阳谋，简直是阳谋中的阳谋！我说你小子怎么突然抽风，变得这么老实，还主动提交离婚申请？感情在这里等着我呢！胡政委没好气地瞪了秦时玉一眼。这事我知道怎么处理了。你在现在这么关键的时候申请离婚，就等着挨旅长的骂吧。不行，找骂趁热乎。你现在就跟我一起去一趟旅长办公室。秦时玉的嘴角抑制不住的抽搐。别啊！果然，胡旅长一看到胡政委递来的离婚申请，顿时气得火冒三丈。胡老，你简直是太胡闹了！胡建军现在是多重要的节骨眼，秦时玉不知道，你胡建军还不知道吗？上次秦时玉潜伏2年多，重伤昏迷半年，才能完美的完成任务。好几个军区的首长都在跟我打听他的事。过几天秦时玉升职的红头文件就要下来，现在离婚不是疯了吗？秦时玉就站在这里，不是应该直接骂他吗？怎么说我了啊？胡政委无奈地摸了摸鼻子，不是我不劝，主要是他媳妇在乡下受了太多的委屈。胡政委把云芝芝娘3的事情都说了一遍。胡旅长听后同样是一脸的震惊，沉思了片刻后，认真地看向低头沉默的秦时玉。秦时玉，你说说看你的真实想法。报告旅长，我不想离婚。老胡，你现在就打电话问问，之前派人去云河村的人怎么样了？我手机太老了，打不了电话。你赶紧换个新的吧。那该多贵啊！你把旧的给卖了，换部新的花不了多少钱。我最近就刚换了部新手机，旧的 iPhone 13叫爱回收，当面回收了2000多呢。靠谱吗？那肯定的啊！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要回收闲置数码产品，我推荐爱回收。行，那我等着看看。我想起来了，之前派去的人有来过信，说今天进村，只是有些事情太久了，想在1天内全部查清楚，必然没有那么容易。若真的像你媳妇说的那样，她就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不过无论如何，现在这个婚事绝对不能离的。报告给我拿回去，还有这个一起拿走。这是沈峰出任务前让我转交给你的，说是你这些年的津贴，除了给你家里寄的，剩下的都在这儿了。谢谢旅长，回去好好对你媳妇，知道吗？是的，旅长。滚！你这离婚申请打得跟没打一样，如果你媳妇知道你的这些骚操作，到时候看你怎么办。政委，冤枉啊！我媳妇让我提交了离婚申请，我确实提交了，可是组织上又退回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还成我们的错了。